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开始讲第四节，就是华裔淘金者来到加拿大淘金。那我们华裔是最早一批跟那个白人一起呢来到这里淘金的。我们这些华裔呢，看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立足，怎么样开始淘金的呢？那其实呢，我们华裔呢是带着基金带着技术来到这个地方呢进行淘金的，并不是很多人想象华人呢来这里的都是穷人，卖猪仔这些形容词，觉得我们华人都是穷人，穷光蛋来这里的就是来讨饭的，差不多这样。但是其实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据我的研究呢，那我们现在也听听水哥，看看当时华人的实力又怎么样。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2章，淘金热潮。第4节，华裔淘金者带着资金和技术到来。卢超凡1835年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父卢观衡，广东新会潮连人，是广州13行之一广利商行的茶商。卢观衡有4个儿子。1845年，卢观衡第3子卢文蔚带着儿子卢超凡前往美国开设广利商行分公司。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就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白热化，清朝政府开始禁教，不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境内传教，这是为锁国的一部分。到1757年，乾隆22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一个专门做洋人生意的通商口岸，这些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13间洋行中进行，就是著名的广州13行。当时对外商和洋行有严格限制，例如外商与中国官府交涉，必须由13行做中介，外商不得在广东省住宿，翻覆外国人妇女不得来广州，外商不得做教，外商不得学汉文等。由于外国人不准学汉语，广州人只能学英语与外国人沟通。广州成为华人从实用角度开始学习英语最早的地方。当时在广州出现了一本英语教科书，叫做鬼话，这不只在教华人学习英语的课本，不过是一种粗浅的用汉语注音的英语词汇入门书，例如把 today 注为土地，把 man 注为慢。这些语言学习教材虽然很简单，却也培养出了不少可以与外国人沟通的华人买办。外商不能住在广州，他们和家眷都只能住在澳门。明朝时期，澳门属广东省香山县辖地。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水进货物为借口，通过向明朝海岛富士行贿，获准在澳门半岛暂时居住。在其后的几百年里，澳门一直是世界与中国进行交流的根据地，在世界经济运转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外国人早上坐船来广州做生意，晚上回澳门居住，澳门也聚居了很多可以帮洋人打工的华人。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向外国开放五口通商，广州13行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对外生意的竞争愈加激烈。由于有部分美国商人拖欠货款，广利商行需要派人到美国亲自追讨欠款，后来干脆在美国开立分公司，扩大业务，方便清算。1845年，卢超凡和表弟李聪跟随父亲首次踏足美国，在波士顿开设商行，销售唐山杂货。1848年正值美国旧金山淘金热，大量华人涌入美国旧金山淘金。卢超凡他们马上改变经营策略，在美国采购当地的面粉、猪肉、土豆等食品，再加上原有的生活用品和唐山杂货，成为了当地有相当规模的淘金者、生活必需品供应商，从而使广利商行赚到一笔丰厚的利润。1858年2月，旧金山传来加拿大飞沙河发现黄金的消息，成为整个旧金山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卢超凡马上同当时已经是大掌柜的李聪商量，想办法在加拿大开一个分公司，抢占商机。李聪也预感到一次大时代的来临，可以去加拿大拼搏一下，希望有机会赚一笔大钱。1858年4月25日，李聪带6个伙计从旧金山乘船来到维多利亚，他们7个人同其他淘金者一起乘坐蒸汽轮船到新西敏市，住了1个晚上，再乘小船到达耶鲁堡淘金矿场考察。一路上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淘金热潮。考察淘金矿场之后，李聪留2个伙计在耶鲁堡开始筹划分公司铺面仓库选址，其他人则返回维多利亚。当他们回到维多利亚的时候，短短几天已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到处人潮汹涌，帐篷林立，完全重现了1848年旧金山淘金热时的狂热景象。李聪当机立断，在维多利亚莫伦街购买了多块土地，开设广利商行。同时，他派2名伙计回旧金山筹办淘金者需要的各种物资，他自己则亲自监工，跟进新公司大厦工程，为公司开张做好充分的准备。卢超凡从李聪派回来的伙计口中了解到加拿大的详细情况，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在旧金山的几个同行兄弟，游说他们入股，共同去加拿大开拓新市场。几位同行兄弟听了非常高兴，并积极响应，纷纷出钱出力表示支持，愿意一同前往加拿大开设分公司。卢超凡更亲自回到广州补办加订各种货物，还特意回到家乡新会，把加拿大发现黄金这一讯息告诉自己的乡亲乡里，招募了一批同乡为自己的新公司工作。1858年6月，3家华商正式在维多利亚开业，他们分别是广利、泰逊、仁和生商行。他们除了经营商品之外，还为中国淘金者提供临时住宿、购买船票、代办许可证等业务。到达维多利亚的华人，在这些商行配备好食物、劳动工具、生活用品之后，乘蒸汽船向耶鲁进发。到了耶鲁，因为菲沙河里有大块礁石，蒸汽船无法继续向上游航行，淘金者必须负重70磅生活必需品和淘金工具，沿着菲沙河岸步行在当年皮毛贸易商人走过的只能单人通过的崎岖山路。1859年，华人商行为了扩大业务和方便淘金者，广利商行在耶鲁镇开设分店，泰逊在克林顿镇，仁和生号有在利罗埃特开设分店。李聪购买了100匹骡马，为道路不通畅的矿区送货。泰逊行也购买了几艘木船，繁忙在各江和湖泊之中。1860年春天，李聪回旧金山接他的太太和孩子，来到维多利亚。他的太太是当时第一个来到加拿大的中国女人。陆陆续续，其他几位商号老板也都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加拿大，准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维多利亚逐渐形成了加拿大第一条唐人街。1860年底，卢超凡亲自从中国带来了256名中国劳工。从此，大批中国淘金者从江门出发，乘火车到北街，再坐船到香港，然后到达加拿大维多利亚。这个定期航班的客轮服务一直维持到1887年，太平洋铁路通车后才转到温哥华。运送淘金者来加拿大的客运服务给香港航运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比货运业务利润高得多。运送一个人的航运成本只需要5港元，但船票可以卖到55港元。由于船上超员超载，卫生条件恶劣，运输途中死亡率也相当高。1861年，荷兰人比里巴克在卡里布地区找到了高开采价值的黄金矿脉，大批淘金者蜂拥而至，渐渐形成巴克维尔淘金镇。这个镇的规模是当时芝加哥一系旧金山以北最大的。广利、泰逊、仁和生号3家商行共同联手，在巴克维尔开设了一家更大的广利源贸易商行。1862年，
广利源贸易商行这家中国公司，根据维多利亚的档案资料记录，应纳税财产仅次于哈德逊湾公司。后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其他金矿城镇，广利源至少开设了7家分公司，地点包括伊鲁、林顿、特林顿、利卢埃特、克内尔、史丹利和巴克维尔。1863年，一位英国维多利亚商人这样描述广利商行的李聪，他是一位彬彬有礼、非常聪明的绅士，还说得一口没有口音和粗言秽语的流利英语。1864年，广利商行率领当地华商向温哥华岛殖民地新任总督阿瑟·肯尼迪提出请求，要求殖民地政府应该把维多利亚变成一个自由港，减免从中国进口货物的20%关税，美国加州的货物也应该给予关税豁免，但最终都无法得到正面的答复。1866年，幸运找到黄金的淘金者发了财后，大部分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享受人生，没有找到黄金的淘金者，只能在自己的经费耗尽之前打道回府，这造成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人口大量流失，贸易生意也面临经营困境。罗超凡和李聪只能缩小生意规模，变卖部分资产，回到广州和香港另谋发展。借中评论，华人是第一批参与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淘金热的开发建设者之一，他们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经验。这些人无论是人力资源、物资供应，还是家族支持等多个方面，同其他族裔相比，都有相当大的优势。他们准备在这里大显身手，落地生根，建设繁荣的加拿大。但无奈，殖民地政府没有信任、支持和帮助这些华裔企业家，最终大部分华人只能离开或另谋出路。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华人勇敢开拓的先驱，曾经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开发做出过伟大贡献，其影响相当深远并具有历史意义。听完这一节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这个华人呢，并不像我们以前以讹传讹，那个白人呢，现在很多白人都是说那个中国人都是 cheap labor，没有抱负啊，经济实力很差等等啊，又不讲卫生啊等等啊，这个白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想象中国人都是穷光蛋啊这样。其实呢，并不是的，中国人呢是带着资金啊，为什么他们有钱呢？因为他们是跟美国已经在做生意了，以前卖茶叶啊，卖瓷器啊，好像那个卢超凡，他就是本身就是广州13行的一个茶乡，他就来到这里，就是一早就开始做生意了，所以呢，他是第一批来这里，一来了以后就在维多利亚里买地了，盖房了。如果你没有钱，你怎么买地盖房？所以呢，华人是带着钱。也带着技术啊，因为这些从旧金山来的这一批华人呢，他们除了有钱之外，他们是有技术的。因为这个美国的旧金山那个淘金热是在1848年，我们这里是58年，整整过去10年了。这批人都在美国旧金山呢已经淘过金，所以他们是有技术，他知道怎么样。挖那些金矿最省力来淘啊，怎么样利用这个水的冲击力啊来淘金，所以他们是带着技术、带着资金来到这里开发的。如果你是真的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能力，谁请你吃饭呢？没有人请你吃饭，因为大家都是淘金者，你彼此啊，大家都没带多少钱过来，所以呢，大家都是从零开始，而且呢，很多人呢是赚到钱只不过是因为这里是太过蛮荒之地啊，没有人烟啊，起码就没有女的，没有娱乐设施啊等等啊，没有家庭啊，没有亲戚朋友啊，所以呢，很多人呢赚了一笔钱就跑了，就回到中国去啊，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是华裔淘金者呢在这个美洲发展的历史。下面呢，我们继续看